这个益生菌的使用呢，怎么去看这个专利对我们有没有帮助，还是它只是一个噱头？所谓专利这2个字哦，就是说，进口的益生菌跟我在台湾本土这边生产出来的益生菌吃进去有什么差别吗？原来和尚比较会念经。我只能说进口产品你只要有这个背景，身体比较亚健康，我觉得益生菌可能你最好是长期一点去吃。长期吃是要吃多久？一般我们营养师建议说，这种好的东西你至少连续吃。瘦身、体重管理，为什么瘦身体重管理需要益生菌？对咯。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健康，给您最全方位的健康资讯。我是 Yolanda 优姐。今天很荣幸呢，我们邀请到曾义恒营养师。嗨，我是曾义恒，比利哥。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边讨论养生的相关议题哦。我想请教一下曾营养师哦，关于这个益生菌的使用呢，有一些厂商他会说，哎呀，我有 ABCD 啊，有什么什么的专利啊，那怎么去看这个专利对我们有没有帮助啊？还是它只是一个噱头？我就不能说噱头，我只能说他想要加分。可是我要跟所有人讲是说，所谓专利这2个字哦，就是说，我这个菌种是我自己觉得是特别去申请专利，而你不能用。可是微生物不是这样子做的，微生物我说过，这个是80兆的数量，你怎么知道你的是专利？那如果他改了一个名称，可能就不能叫专利，所以我觉得那个可以稍微忽略。我再讲简单一点，龙根菌，双歧杆菌，对吧 ？B 菌，我跟你讲，这3个菌是同一种。但是他可能要为了躲那个所谓的专利，他就改一个名称，广告砸下去，不就是专利了吗？不就是躲掉专利，或者是创另外一个专利？我觉得这个意义不大啦。好，最重要的是我们至少相信这个菌种它一定有个编号，因为每一只菌哦，在科学上都需要经过很多的验证，不然知道菌种是坏的菌，那倒大霉了。你要确定它是益生菌不是杀人菌啊。破坏身体的坏菌就糟糕了，所以这个部分通常会有编号。但是你如果在商业考量上，另外出一个中文名称，那个做专利，我觉得意义不太大。OK， 好，所以不是说专利不好，只是说不要把专利当作是唯一的考量，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惜。而且专利好像也分很多型哦，有的只是一个包装的名称，或者是我有6个资讯我专利，但第7支是不是就不要专利了吗？我搞不懂啊，不晓得他们专利的目的的啊。那基本上食品加工技术和原料上是全世界共同的。倒是这种菌来做专利有点怪。你知道，假设他这个菌他是有做一些临床的实验，他用他临床的功效来申请专利呢？那这样就是，如果他能够确定这个菌的制作过程而产生的专利，那个意义比较大。比如说这个菌他怎么培养出来，然后定了一个新的编号，然后他去申请专利，那就可以。但是这种专利出来的时候，通常他就是一定自己要行销啦，但他可能不外卖啦。那他这个专利就是他制造的这个过程技术，他专利。那我只能这样解释啊，那算是从头到尾的菌种培育就有加分。不过专利基本上要公开呢，要公开制成。要公开制成，对，公开所有的秘密。不过的确啊，菌它是有特殊性。那有一些是它可能没有专利，但是它会有一些临床的实验数据。那很重要哦。通常要做临床研究数据的话呢，等于就是有医院或医生背书啦。说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表示他一定做了安定或者是安全测试，那当然是一定加分的。这样才不会乱吃哈。如果有临床试验的话，对，表示一定已经有一定数量的人试过，而且做了一定的记录。OK，那当然是更好。还有像很多人呢，比如说他去欧美旅行啊，或者去日韩啊，他都会去买当地的这些益生菌，或者说他一定指定要买进口的益生菌。那我想了解一下，这个进口的益生菌跟我在台湾本土这边生产出来的益生菌吃进去有什么差别吗？
原来和尚比较会念经吗？我倒觉得这个有一点点不好回答，但是我只能说进口产品你确定你看得懂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万一吃了觉得不满意，你怎么寻求厂商呢？但第三个是，到底是不是原来的和尚会念经？各位错了。我跟大家讲，我们在台湾有个优势，大家不知道，我们台湾生化科技蛮强的呢，很强。目前全世界公认在酵素或者是益生菌的培育上，台湾真的数一数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其实我们台湾比较少什么，知道吗？就是研发很强，怎么变成产品这一段有点弱，不太知道怎么做宣传跟有效的这个传达。其实这也代表我们两个在这边替全国同胞帮忙，让大家了解益生菌。对，最大的问题是大家不了解，不是我们台湾做不出来，台湾做出来的东西不差哦，不差哦。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就有一点小迷失啦。不反对你到国外带，但是如果你觉得很贵，那台湾有好产品，为什么不拿呢？对。而且台湾的饮食习惯是不是我们吃一些在台湾本土培养出来的菌，对我们的体质上是不是更符合呢？一定是的。其实我要说的是，每一种菌种的设计，它为什么这个加这个，这个加这个，它的过程中它一定有考虑它的族群嘛。那它如果是台湾厂商，它考虑的一定是台湾的族群嘛。了解啊。我讲简单一点，就是就我所知道，在美国卖的益生菌，大概每一种都会加乳糖酵素，就是切割乳糖的消化酵素。为什么？因为黑人里面2个有1个乳糖不耐啊。台湾比例没那么高啦。但也是有，大概就1/7吧，1/6左右这样，所以这就是不一样。对，所以就是看你怎么设计这个产品。但是我确定台湾做的肯定是为我们台湾人设计的。对。我们小编呢，帮我们整理了一些，比如说市场上我们要去选购这个益生菌的时候呢，要先聚焦的几个重点。好，然后我们请这个曾营养师来跟我们解说一下。好。一般来讲，就是说你如果要吃，你到底希望它达到什么功能？大概有些人会有这个疑问对。那你觉得你体质上不好，所以体质不好就是觉得不舒服、劳累，这种体质不好。或者是你长期服药，我们把它解释成不好。那你只要有这个背景，身体比较亚健康，我觉得益生菌可能你最好是稍微考虑长期一点去吃，对于你这个体质就不容易导致恶化，甚至你会超乎你想象中的好。那长期吃是要吃多久？长期吃，我觉得一般我们营养师建议说，这种好的东西你至少连续吃3个月。至少那你吃3个月之后，你说停1个月会不会立刻不好？也不会。调整体质概念就是这样，体质到一个程度不会立刻变不好，不可能。但是它会让你生活品质提高的时候嘞，你生活习惯可能会改变，那就也会变好。OK，另外一个叫促进新陈代谢，说白的啦，有2个大类。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大类大家比较在意，就是瘦身、体重管理。OK，那为什么瘦身体重管理需要益生菌？对咯，肠道一些东西脏东西拿掉，就会促进身上加速脂肪代谢的速率和效率。这重点肠道不好，你减肥效果一定不好。OK， 所以我倒觉得促进新陈代谢这个事情很重要，还有增加所谓的代谢率，代谢率比较拉高一点的话，也会让身体的这个体重管理的效率增加。还有一个部分就是体质上，在新陈代谢的部分，让身体偏比较碱性一点点，也比较好。身上假如吃了太多难以消化的食物，身体容易酸性。OK， 大致是这样那接下来维持消化道机能，就是绝大部分认同益生菌可以改善的事情那当然包括排便不顺畅，或者是突然很容易就腹泻，吃什么就腹泻，那你可能可以考虑来当做一个辅助性的一个食物。OK。那菌丛生态其实说穿了，它就是要让坏菌不好，那个就是我说比较偏肤质、体质、体力B 群缺乏，或者曾经你做肠胃道开过刀，
那么你的肠道比别人短，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动作，那也有可能。当然有一部分是小朋友，你突然发现小朋友怎么便秘了，这个比例很高哦。当然，如果最一个简单的方法，也许你就可以考虑用一些益生菌给他。那益生菌给他之后，你就发现，他好像就不那么容易便秘了。也会有这个改变菌丛生态，就会改善整个肠道功能，这是基本的原则。那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假如你觉得心情就是不佳，脾气发起来，然后晚上就一直要乱想西想，半夜醒来睡不好，早上起来更火大，有没有？比如说各位的老婆、各位的先生老是发脾气，那你就给他讲说吃点益生菌吧 ，OK。但是要吃哪一种？这是特别，那他就必须要完整的菌种配方。好，那包括我刚才说有特殊的什么后生元这一种衍生性，还有超级食物这种，它可以促进所谓的 GABA 产生，这是有原理的。对，那么它就比较可以针对这边来补充这一种族群少，这种产品也少，但是可以找得到的，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曾营养师呢为大家分享和解说这个益生菌相关的一些讯息，非常感谢他。谢谢大家，谢谢。喜欢超健康的朋友们，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想知道更多健康讯息的，也请关注太阳星的官方 FB， 请持续关注我们超健康的频道。下次见，拜拜。